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1990年代初，波兰采取了所谓的震荡疗法政策，迅速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一大胆的改革措施立即解放了价格和贸易，导致了短期内的高通货膨胀率和企业倒闭潮。许多波兰人发现自己的储蓄一夜之间蒸发，失业和生活成本剧增。然而，正是这种艰难的转型，为波兰后来的经济复苏和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奠定了基础。普通人通过创业，在教育和适应新兴市场的需求，逐步找到了自己在新经济秩序中的位置。Observation 2. 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施经济改革，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改革初期，农村的土地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城市中，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的引入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尽管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也伴随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面对这一变化，普通人通过积极参与到新兴的私营企业中，或者利用新政策开展自己的小生意，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道路。Observation 3. 俄罗斯在1990年代初期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作为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这一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以低价出售，一夜之间涌现出大批新富豪，同时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对普通人而言，这一时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困难，许多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社会保障。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选择通过学习新技能、改行或者创业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虽然充满挑战，但也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摆脱困境的机会。Observation 4. 越南自上世纪80年代末实施埃密革新政策，启动了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这一转型刺激了私营部门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然而，改革也带来了社会不平等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许多越南人通过创业或加入新兴行业，如旅游和电子商务，寻找新的生计方式。通过教育和技能提升，他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抓住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Observation 5. 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友好型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货币兑换计划、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这些政策最初带来了经济稳定和增长，但随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2001年爆发了债务违约，许多阿根廷人失去了他们的存款和工作，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这种困境中，普通人通过加入合作社、参与社区支持网络和重新发现本地市场来适应新的经济现实。这一过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更加注重社区和家庭的支持。Observation 6. 保加利亚在转型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剧烈的经济波动。90年代初，该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伴随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开放。这一时期，许多国有企业关闭，失业率激增，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压力。然而，这也为保加利亚经济的多样化和后来加入欧盟打下了基础。
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许多保加利亚人通过开拓新的职业路径，如加入信息技术和旅游行业，或者通过自主创业，寻找新的收入来源。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应，他们为自己和家庭在新经济环境中寻找稳定。Observation 7. 捷克在分离斯洛伐克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开放政策，旨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通过券商拍卖的方式转入私人手中，这既创造了新的财富机会，也导致了资产的不公平分配和经济不平等。面对这一变革，捷克的普通人通过投身新兴的私营部门或者开创自己的小企业来寻找机遇。一些人通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利用捷克加入欧盟后的新机遇，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教育和技能提升成为他们适应新经济环境的关键。Observation 8. 爱沙尼亚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并在2000年代初期投身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数字化的社会之一。这个小国的转型带来了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机会，使其成为高科技创业的热土。面对这一经济环境，普通的爱沙尼亚人通过积极学习数字技能和参与创新项目，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许多人通过在线教育提升了自己的技能，或是加入了初创企业，享受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和机遇。爱沙尼亚的例子展示了如何通过教育和创新，把转型经济中的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Observation 9. 格鲁吉亚在2004年后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改革，以减少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改革措施包括简化税收系统、改善营商环境和开放市场。尽管这些改革初期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安，但他们也为格鲁吉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面对这些改变，格鲁吉亚的普通人通过适应新的经济规则，寻找到了新的生计机会。一些人转向旅游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因改革而兴起，而另一些人则通过参与国际项目和利用新的贸易协定，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教育和自我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View.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舞者，而舞台就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这场舞会尤其激烈。转型经济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一次巨大改革，也深刻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财富。让我们以俄罗斯为例，作为转型经济的典型代表，它在上世纪末的经济改革中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规模的私有化，旨在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吸引外国投资。这一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经济市场化，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通货膨胀率的飙升以及社会福利的减少。对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会在这个新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一些人通过投资股市、创业或加入新兴行业，找到了新的机会。然而，也有许多人感受到了经济变动的负面影响，如失业或生活成本的增加。那么，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转型经济带来的挑战呢？首先，保持对经济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和了解，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并适应即将到来的变化。其次，提高个人技能和灵活性，无论是通过继续教育还是学习新技能，都是增强自身在不稳定经济中竞争力的有效方式。最后，掌握基本的理财知识，如如何制定预算、储蓄和投资，对于保护和增长我们的财富至关重要。在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变化本身。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应，我们可以在这场全球化的舞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且优雅地跳出自己的舞步。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具体应对这些挑战，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以及提供实用的建议，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在转型经济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在转型经济的历史长河中，东欧和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们提供了一幕幕生动的故事，它们像是一本本开放的教科书，向我们展示了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俄罗斯为例，其实施转型经济政策前的情况可谓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源都由国家拥有和控制，政府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分配和价格设定。这导致了效率低下、创新缺乏和资源分配不均等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外部经济思潮的影响，俄罗斯开始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措施，以期转变其经济体系。这包括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目的是将国有企业转交给私人手中，从而激发市场竞争和效率。此外，政府还放松了价格控制，引入了外资，试图通过吸引外国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私有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是所谓的财产券计划。每个俄罗斯公民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财产券，可以用来参与国有企业的拍卖。这个计划的初衷是让全体公民都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但实际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积累的不平等，很快导致了财富的极度集中。一小部分人通过这个过程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俄罗斯的新富豪，而大部分普通公民却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资源，未能从中获益。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虽然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若干积极变化，如某些行业的效率提高和私营企业的兴起，但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成本，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转型初期的俄罗斯经济萎缩，通货膨胀飙升，许多人生活陷入困境。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转型经济的复杂性和双刃剑特性。一方面，它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设计和社会保障机制，改革的成本可能会非常高昂，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公平。通过这些教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面对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改革的速度和广度，如何保护最弱势群体，成为了每个国家都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Analyze. 转型经济 （Transition Economy） 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充满机遇，也伴随着挑战，对社会发展及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转型经济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为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土壤。私有化和市场开放吸引了外资进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长，增加了政府税收，从而有可能提升公共服务和福利。对于普通人来说，市场经济的引入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提高了生活质量，也为个人创业和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弊端方面，转型期经常伴随着经济不稳定，如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扩大。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意味着机会，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可能意味着失业和贫困。此外，市场经济初期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往往不完善，导致了腐败和不公平竞争的增加。对普通人而言，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和生活稳定造成了威胁。总的来说，转型经济的实施对社会发展和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正反两面的影响。在享受经济增长和更多机会的同时，也要面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因此，如何平衡改革的步伐和强度，如何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以保护那些改革过程中可能受到伤害的群体，成为了转型经济国家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